不过几小时前才被自己狠狠占有的 Omega， 蓝忘机哪里受得了这个？见四下无人，连蓝曦臣都因为蓝忘机求婚的事去联系国内云深集团总部发布消息，便直接将撩人的 Omega 抱起来就近找了个包房反锁，然后把魏无羡小心地放在沙发上，蓝忘机自己顺势半跪在地毯上看着他。魏无羡见他半跪在地上，有些心疼，搂着他脖子道：“蓝湛，你还是坐过来吧，地上硬，跪久了膝盖会痛的。你这2年身上有不少伤吧？我之前都摸到了。”蓝忘机摇摇头，俯身亲了他一下，不生气了。魏无羡一愣，气恼地在他唇上咬了一口：“你怎么这样？故意示弱让我心疼吗？我还没原谅你呢，你是不是早就恢复记忆了？”蓝忘机其实并没有故意示弱，但他知道魏无羡就算闹一闹，还是以自己为先，心中一甜，脸眸低声说：“抱歉，此事是我的错。那你到底什么时候？”魏无羡拽着他的衣领，想着这些年自己的担忧、害怕，生怕蓝忘机的应激反应再也好不了，也不会再记得曾有一个喜欢他的 Omega 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，自己不能出现在他面前，哪怕一个见面都会令他头疼欲裂。这是他魏无羡唯一认定的 Alpha， 他哪里舍得对方因为自己而痛苦呢？可是若是蓝忘机早就恢复了记忆，那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才到现在来找他的？魏无羡哪怕生气，也早就在给蓝忘机找理由，他知道他的蓝湛并不是那样的人。蓝忘机听出魏无羡声音里的哭腔，心中顿痛，俯身抱住他：“是我的错，害你难过了。我当初你走后，就强迫自己想起你。温情说那时若不想，等伤好后，便很难恢复记忆了。”魏无羡瞳孔一缩，双手捧着蓝忘机的脸颊，让他看着自己：“你强行想起来的。你那时候刚做完手术，怎么可以这么不爱惜自己？疼不疼？你怎么不告诉我？”蓝忘机附上他的手背，轻声说：“不疼。”蓝湛，你骗人！你从不说谎的，这次怎么骗我？肯定很痛。魏无羡再也不想计较蓝忘机骗他的事，想到蓝忘机为了他投中了但本就九死一生，还为了记起他强行做那么危险的事，不用说当时的情形定然非常危险，可蓝忘机依旧想要冒险想起他。魏无羡越想越心疼，搂着蓝忘机就不愿撒手，默默吸了吸鼻子：“你现在还痛不痛？我听说脑部受伤会有后遗症的，你会不会阴天下雨就会头疼啊？或者定期要去检查什么的？当时还有没有没取出来的弹片？”魏无羡记得他中弹的地方，伸手想去摸，又怕弄疼他，仿佛忘记已经隔了2年，什么样的伤口也早就会愈合这件事了。蓝忘机握着他的手，让他触摸到自己当初受伤的地方，那里的确还有一小道伤疤，那凸起的触感摸得魏无羡更难过了。蓝湛，魏婴。蓝忘机浅色的瞳眸中似有一汪清泉，潋滟着温柔的波光，倒映着魏无羡的样子。他的声音低磁又极柔，听得魏无羡心软：“我不痛，我从来都不觉得痛。这伤还有疼痛，都可以让你少受一些伤害，想到这些我就便不觉痛。”蓝忘机一想到若是当初那一枪打在魏无羡身上，就觉得后怕，若是他没有拼命努力地逼自己恢复记忆，那魏无羡将要受到多大的伤害。面对喜欢的人却不记得自己，还无法触碰重新相识，这样的痛苦蓝忘机绝不愿魏无羡再承受。他永远记得自己醒来问魏无羡他是谁时，魏无羡不可置信的眼神，他怎么愿自己的生命中永远失去这么一个人？他明明也那么喜欢魏无羡。我瞒着你，只是不想你被温煦盯上，抱歉。蓝忘机伸手失去魏无羡眼角的晶莹，又忍不住吻了上去。那般轻柔的触感，令魏无羡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是被面前 Alpha 放在心间，好好珍视着的。好啦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哪里还怪你？魏无羡见他一副做错事的样子，不由笑了，伸手捏了捏蓝忘机高挺的鼻子：“我这么喜欢你，哪会跟你置气？爱我都是你的 Omega 了，就算反悔也晚了。对了，那个小黄鸭，你一直带在身上。”魏无羡嘟着嘴，重新靠在他怀里。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。你要是不记得我，做什么一直带着那鸭子？而且看你样子，肯定是到哪儿都带着，这么喜欢呀？那是你母亲送你的，自当珍藏。蓝忘机见他总算是笑了，抱着他坐在沙发上。
魏无羡想了想道：“那还算我们的定情信物了。爱一只小黄鸭也太说不过去了吧？你又不是6岁小孩。”蓝忘机搂着他没说话，只是握着他的左手摩挲着那枚戒指。啊！魏无羡突然想起什么，坐起身来：“你给我戒指，我还没给你买。我也不会设计珠宝啊，要不我赶紧学一学。反正都是设计嘛，等我们结婚，戒指就用我自己设计的好不好？礼服肯定也是穿我设计的。”蓝湛蓝忘机把他拉回来，封住他的唇。两人亲了一会后，差点没把持住，还是蓝忘机想起魏无羡此刻身体柔弱，这才强行停下。蓝忘机鼻尖碰了碰他的，轻喘道：“魏婴，我抱你回去。”魏无羡也实在困了，了一声后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蓝忘机。回到房间，蓝忘机给魏无羡脱了外衣裤子，将他放到床上盖好被子，摸摸他的头发线没有发烧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兄长。蓝忘机接了电话。蓝曦臣道：“无羡睡了？他没什么事吧？”“无事。”蓝曦臣听起来像是松了口气，那就好。怀桑找到的药已经检测出来，似乎有地品的成分，不过看起来无羡应该吸入的不多，所以没事。这个金子勋实在是……蓝曦臣一向温和，可遇到这么无耻的事，还是觉得非常愤慨。无羡他是个 Omega， 容易被各种药物影响。这2年他在外闯荡，有你找人看护，而且他自己也小心，所以很少有事。这次也是我们大意了，你放心，阿瑶已经在肃清兰陵集团内部，看是否有人搭上金子勋这条线。蓝忘机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星星点点，声音冰冷。此药来源许与当年不夜天的合作组织有关。不夜天出事后，与他有关联的犯罪组织纷纷跟其断了个干净，虽然追查到一些，但还有几家因为当机立断，没有被抓到马脚。可这回却直接送上门来，蓝忘机怎么可能放过这条线？什么？这件事也跟不夜天扯上关系了？蓝曦臣诧异道。蓝忘机发现魏无羡没发现自己在他身边，似乎有些不安，忙道：“兄长，麻烦你了，魏婴那有些事，明日再谈。”说完就挂了电话。蓝湛，你去哪儿了？魏无羡睡眼朦胧地看着走过来抱着自己的蓝忘机。蓝忘机躺在他身边，把他按在怀里：“无事，睡吧。”魏无羡笑着拱了2下，重新在令人安心的檀香味中熟睡，手里还抓着蓝忘机的衣服不撒手。蓝忘机抱紧他，亲了亲他光洁的额头：“魏婴，冒犯你的人，我会让他们都付出代价。等他们回去，要什么样的戒指和定情物，他都很期待。”